ダブルオークハンターセスナ F38出る。做着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大班翻模再版的 MG 样式 MG00Q。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是在98元，大班8822 MB 样式的 00Q 均价是在135元。相对于来说 ，MG 样式的价格真的是我个人感觉不太行。如果卖个70-80，我认为还是可以说到的。98这个价格总感觉有点贵。那么说回到这款模型的本身素质，目前这个状态啊，应该可以称之为是全认识了。毕竟大班这里边相对于万代的 MG00Q 是带了一个剑4，不过万代在后续呢也是补上了 MG00Q 全认识。新的剑4要比大班的这个剑4有更多的玩法，大班的这个单纯的就是一把大剑了。本款模型呢，我个人认为其实组合度还挺好，部分位置偏紧，但是整体是比较顺滑的。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款模型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拿出大班8822 MB 样式 00Q 进行对比，在配色以及细节方面，8822肯定是要比 MG 要好上一些，而且零件的锐度88系列肯定是要比66系列好了。而且88系列呢还有量子爆发的爆甲结构这一说 ，MG 是没有的，所以 MG 啊貌似特点就比较少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整体的组合度啊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正常拼就行了。面相我个人认为 MG 缺少了一点凶狠的劲儿，目前的状态有点大眼萌萌的感觉，而且大班的眼部贴纸还有点长，需要各位从中间裁开分别粘贴。头部天线和绿色的透明件都是需要进行胶水粘贴的，不然很难固定住。这一次的透明件质感呢，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颜色稍微的有些深了，不过通透度还可以。整个头部呢还有一个 C 金扣以及一个球关节进行连接，能够提供比较不错的可动性，这个手感也是比较紧实的。胸部造型我个人认为要比 MB 的要好上一些， MB 样式的我个人总感觉有些宽，不太喜欢。胸部的太阳炉呢也是可以单独拆卸的，本款模型还提供了剧中出现的太阳炉的底座，但是我这个太阳炉插进去就拿不出来了，这里呢我就不去进行展示了，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把太阳炉简单的修一修。顺便一提，本款模型一共是提供了灯组和电池的，但是我那个灯里边的贴片啊已经是折了，所以我就直接给扔了，而且那个零件啊也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直接给它加死加固。胸口两侧的白色零件是比较松的，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00Q 驾驶舱呢是在下端的，直接展开所有的舱门呢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舱难了，就是这个方式啊稍微有些麻烦。整个胸部的活动性只能说算是一般的水平了，弯腰的幅度很小，侧摆、后仰和左右旋转，其实这些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水准了。00Q 的肩甲为不对称设计，而且和大班的 MG00 有一样的通病，那就是这个肩甲没有办法有一个太好的固定效果，需要手臂进行一个固定。由于不是 MB 样式，所以肩甲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爆甲机构。手臂部分这一次的组合度偏紧，不过整体的问题其实还可以。但是上臂在活动的时候脱出这个问题依旧是存在了，需要各位针对于内部的装备进行一定的加固。右手后面的蓝色装甲呢，这个地方是非常松的，需要各位直接给它粘死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手背甲的零件材质呢，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问题的，用了好几年的502和渗线液，终于在今天是裂了一次。一只手是因为渗线液给渗裂了，另外一只呢是被502直接给粉碎了，想想竟然还有点小激动。所以这里还是建议各位用495胶水或者说格拉好这样的腐蚀性比较小的胶水进行加固。天空渗线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确有腐蚀性，但是好几年才裂一次，或者一辈子都可能裂不了。顺带一提 ，MG00Q 呢也是有设计量子爆发的电容推出结构，上臂这里呢直接可以按动推出就可以，下端需要针对于透明件进行一定的消除，然后用镊子拔出来。虽然并没有 MB 样式的那么明显，但是这个设计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但说明书上并没有提供任何的量子爆发的说明。整条手臂的活动性是偏紧的，整体的活动幅度也算够用。手部握持的武器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的。由于我怕这个手啊再裂开，因为就进行了一个应急处理，所以说这里啊我就不去过多的活动了。00Q 的胯部设计简直是要比00还要简单，前面真的是啥也没有了。侧筋甲是通过球筋关节进行连接的，这个球关节有点松，需要加固。下端的零件还可以替换位置，通过专用的连接件可以直接挂载在之间剑舞。
后肩甲能够通过一定小幅度的抬起，但是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啥看点了。00Q 的腿部相对于来说呢，刻金细节是比较少的，这个部分组合度还是比较可以的。小腿后方的零件是带有一定的可动，脚腕前端还有后端的装甲呢也是可以活动的，但是这里边的外甲和骨架的衔接呢有一些松，需要各位进行加固。腿部一样是可以进行量子爆发的，但是需要拆除后方的推进器零件，而且还需要在上端的电容位置外侧打一个小孔。不知道这里是我没整明白里面的结构，还是说本来就和手臂不同，无奈之下我实在是打了一个孔，通过工具进行推出电容。下端的电容也可以直接拉出，另一侧的白色装甲呢稍微有些松了，这里建议各位加固一下。除此之外，整条腿的可动性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外甲干涉，所以整体的可动性还是非常有保障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和背包。因为这一次大玩是给了剑4，所以有2个背包，我个人呢直接选择了剑4的背包就好了，另一个就不用了。全刃的背包呢安装了一个锥形太阳炉，但是说明书并没有提供这个零件，所以还需要各位针对于凹槽的位置进行安装，这里还需要上胶水进行加固。手持武器也是我们所熟知的GN剑5了，整体有被大长剑。这一次大班透明件其实整体的通透性真的是还不错，而且这个透明件也是比较采取了软的材质，但是这个剑5的透明件有一点歪，所以还需要稍微的加固一下。这把剑的玩法我就不去过多的赘述了，00Q 也算是热门机体了，各位差不多都应该明白了。背包两侧挂载的也就是这一次所提供的支援盾和剑4了。MG 的支援盾相对于 MB 的来说呢，要少了一些爆甲机构，所以张力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而且我这一侧的长剑还有一点松，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剑刃还可以拆除，安装在剑5上，变成大剑或者炮的模式。另一侧就是这一次的剑4了，因为这把剑4要比万代的剑4出的早一些，所以很多万代后来涉及到的一些可动了，还有组合样式的这把剑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就是单纯的一把大剑，没有可动，没有其他的组合方式。尾端的握把虽然说可以活动，但是上方没有任何的卡损，所以也就不用指望能在手上进行握持了。最后还会剩余一个量子爆发的光圈，我忘了万代 MG00Q 有没有这个东西了。这个光圈板件也没有编号，也没有说明书，就是多给的一个东西。其实安装也比较简单，只是把每一个连接件从这个豁口插进去之后呢，通过滑槽给它滑到准确的位置就可以了。一侧有3个。之后对于6把金飞油刃的连接件还需要拆除，重新安装一下。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呢，我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视频以及我自己猜的这么一个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安装。不过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注意力度了，毕竟这里是 C 扣，直接按照自己的喜欢插上去呢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实现量子爆发的一个光圈样式了。那么整款套件里最后还会剩余一个 HG 支架，其实呢主要就是用来稳定支援剑5的，但是这个改也可以给光圈使用，毕竟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挂载这个光圈了，就看各位自行的喜好了。本期的视频是并没有虚假建议的，因为除了那些比较松的零件，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拼过这一次再版 00Q 的朋友呢，都应该能了解到反馈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其实相对于来说，我真的是更喜欢 MG 的造型，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审美。882看多了，总感觉有一点花里胡哨的，干净简练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风格。不过重装机体是个另外，重装机体就是越多东西越好。这一次 00Q 的整体的组合度问题确实不太大，但是有一些小零件的松动以及手背甲这个容易被腐蚀的问题，还是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的。顺便吐槽一点，明明万代当年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设计出了量子爆发的电容推出结构了，而且最后还是舍弃了，直到在 MB00Q 上才产现了用替换件重现量子爆发的状态。本来挺好的一个推出设计，还不需要替换，真的是有一些可惜了。那么针对于这一次价格呢，我个人其实认为，如果是70多或者80多出头性价比会更高一些。98的价格性价比确实真的没有那么高，你就是99也行了，还能用个券对吧？老拼多多薅券人了，这1块钱呢真的是卡得死死的呀。那么好了，本期的 C 狗模样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 C 狗，我们下期见，拜拜。